和简瑶怎么样？我很好，可是他不好。李寻然可能被鲜花石人魔杀掉了。哦，那你帮我问候一下他。好的。纪言，我知道你查案很忙，但是你身为一个男朋友呢，要尽量的多去哄哄他，去陪陪他。怎么哄啊？也是啊，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悲愤万分，哪怕是天才也会有黔驴技穷的时候。不可能。简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要不要吃糖啊？你是小孩子啊？你白天在我的衬衫上流了1公升的眼泪，谁是小孩啊？就没哭过吗？当然，从有记忆开始。更悲剧的是，从我孩童时期到现在，在我面前哭过的人有很多。那半年你是怎么过的？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一切都是按照我的计划推进。我想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事儿。正确的决定，倾诉对于减轻内心的痛苦非常有效。那年我7岁，我爸正在侦起一宗恶性的杀人案。那天，爸爸带着我和小轩去给爷爷过生日。我妈厂里加班，还没有赶到。那是一个特别高兴的日子，爷爷奶奶在厨房里做饭，小轩还小，在屋里睡觉，我爸陪我玩。后来那些人就来了，爸爸把我藏在柜子里，拿沙发抵住，他们开了很大声的音响，我怎么叫都没有用，直到我后来被救出。瑶瑶，别怕，咱们去见妈妈好吗？不哭啊！来，咱们去找妈妈。来，瑶瑶，不哭，不哭。好孩子，不哭。瑶瑶，闭上眼睛，听话，闭上你的眼睛。后来那段日子里，一直都是轩然陪着我，跟我说不要哭，不要坚强，然后他自己就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我很高兴你跟我分享这件事情，这表示你对我的爱和信任已经到达一个很深的层次。
我对你也是一样。你调整得很好，我替你感到骄傲。整个仓库已经炸塌烧焦了，目前已经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。从李旭安的遗骸里提取的 DNA 送验了吗？现场目前已经找不到可以称之为遗骸的人体了，只是找到这些细碎的人体组织。虽然可以提样，但难度很大，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有结果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还没有开始 DNA 的鉴定取样工作？熏然是我们眼瞅着进仓库的。胡教授，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？这块手表虽然损毁严重，但表链上搭扣的位置并没有变形。如果是戴在李轩然的手腕上，在爆炸时被炸飞的时候，应该是处于被扣紧的状态。会不会是鉴证组的同事不小心解开的呢？搭扣扣针的周围黑得非常均匀，没有失扣按开的痕迹。我敢肯定，在发生爆炸之前，这块手表已经从他手腕上被解下来了。熏然是进去劝说钱军的，他怎么会有时间解开自己的手表？立刻提取样本，送到江州的实验室做 DNA 化验。徐然他是不是还有可能活着？不，现在还不能直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。那你为什么要求 DNA 鉴定啊？李旭然在爆炸时把手表解开了，只能说明他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，也希望留下这个线索，让我们发现异常。但并不能代表他还幸存着。可是，这也可能是凶手做的呀。凶手解开了熏然的表带，他想证实熏然已经死在火场里，他想让我们相信熏然已经死了。他越是想要证明熏然已经死了，就说明熏然越有可能活，不是吗？你听我说，当时那么多人看着熏然进了仓库，没有必要利用一块表来证明他还活着吧？好吧，好吧。我一般来说不提前做这么乐观的推论，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。是吗？凶手确实带走了李熏然，而且他确实偷偷地留下了手表。当时现场虽然混乱，但又无声无息带走了一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，并非易事，所以他们需要一辆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火场周围有合适的监控摄像，我们也许就能找到那辆车。我现在只希望现场那些监控摄像不是用来做摆设的。
哦，回头肉。仓库那边和大门口的监控录像拿到了，就在这里边。嫌犯的车型很可能是台 T51，不是小型轿车。他会亲眼见证爆炸，但是不会停留太久。所以，爆炸后10分钟之内离开的车辆最为可疑。知道了，我们马上查。吴大少，你得看看这个，这是案发现场刚刚发来的照片。Now it begins， 现在开始。变态，太变态了。